为什么要通缉一个看上去只有7、8岁大的小男孩？他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事情吗？这个小男孩可是龙族的后裔，龙族会招来恐怖的怪物，将所有活着的东西都吞噬。就是因为他，听说有一整个村落都被毁掉了。天哪，真是太恐怖了！一定要抓住他，送上绞刑架。这位小姐，我以前没见过你，是异乡人吧？我也不懂什么研究，反正就连小孩子唱的童谣写的都是恶龙招来了怪物。希望领主大人赶紧找到这个小男孩，免得大家提心吊胆。有什么事情吗？那你应该是认错人了，我们之前没有见过面。不感兴趣。龙族只不过是一个可悲的种族。你刚才说异界虚影以魔力为食，而龙族天生拥有庞大的魔力，会天然吸引到那些怪物。他们或许说的没有错，灾祸就是龙族招致而来的。拥有庞大的力量，反而引来了更大的祸端。难道不可悲吗？像龙族这种早就灭绝的生物，普通人怎么可能会见过？我只是听过一些传闻而已。学者小姐，你也赶紧离开这个城镇吧。如果龙族真的在这里，或许又会连累你陷入危机。那位小姐，请留步。我们之前是不是在哪儿见过？对了，好像就是在前段时间被异界虚影袭击的艾格村。原来是学者小姐，想不到你也会来这个城镇。怪物袭击的时候，还多亏你帮忙疏散村民。你也真是不容易啊！刚刚帮村里架设好了新的水车，就因为可恶的龙族全毁了。反正我们也只是听命于领主大人，他可是屠龙者的后裔，世世代代都守护着这片土地。他既然下达了通缉令，说明祸端肯定就是那个龙族。你也不要对龙族太上心了，他们毕竟不是人类，而是本来就该彻底消失的异族。我还有公务，就不和你继续聊天了，学者小姐。
还没找到吗？刚才不是还有人报告说，看见他在北边的森林吗？哼，真是狡猾的龙族。如果1000年前那场大战把他们彻底灭绝，现在也不会有这么多麻烦事了。希望灵主大人尽快完成灭龙法阵，结束这一切吧。是信号弹，营地里的人都跟我一起走，去抓捕龙族。怎么回事？着火了！赶紧回来救火！快逃！不要留在这里！对不起，是我招来怪物，害得村子变成那样。不要再管我了。但是，如果我一开始就不存在的话，也不会害你。我已经不想再看见你受伤了，就算是死，也不想。不，我才应该保护你。别走！我不想再一个人留在森林里了。我很想你，真的，真的很想你。我对你。离我远一点儿。
快点儿，停下来！对不起，我明明不想让你看到这副样子，对不起。快离开我！再这样下去，我会伤害到你。我不想。没事吧？好，你别着急，坐下慢慢说。你讨厌我现在的样子？比起小孩子的样貌，我更希望你能习惯我现在的样子。还是回答你之前的问题吧。离开了村子之后，我一直都在四处流浪，躲避士兵的通缉。龙族的生长规律和人类完全不同，身体会随着魔力的增长而增长。我曾经因为缺乏力量，一直迟迟无法从龙蛋中孵化。如果不是意外接收到你的魔力，恐怕永远只能留在森林的黑暗角落吧。只要把这里安装好，水车的最后一道工序就完成了吧？哎呀，你们姐弟关系可真好呀！我们不是……好吧，我……有了这架水车，一定会迎来大丰收吧？今年冬天应该不会那么难熬了。
往年可是有不少人因为缺乏粮食而活。唉，如果早一点遇到你们，该有多好。不说那些不开心的事了，薛轾小姐，等下带着弟弟来我家吃晚饭吧，我可做了一桌好吃的。是一介虚影，完蛋了，村庄都完蛋了。我和你一起去。救命啊！救救我！不用管我，带他们先走。放开他！不要！住手！都给我住手！不准伤害他！流亡的旅途永远都不会有终点。在躲避通缉的路上，我一直在思考自己的归宿究竟在哪儿。自从我觉醒了力量之后，我的左眼时不时能看到来自异界的影像。在影像里，我独自流浪在一片死寂又虚无的异界。我不眠不休地与虚影战斗，好像在寻找着什么。我很想知道影像究竟预示着什么，但我目前的力量不足，只拥有一半的龙族魔力。一旦过度使用力量，就会变成幼年的形态，要不然也不会被你看到那种糟糕的画面。我能感受罗米亚斯埋藏着另一半魔力，而且只有回到故乡，我才能变得完整，了解影像的真相。不行，跟我在一起你会遇到危险，我不希望那时候的事情再次重演。我还是一个被通缉的男人。但这份合作对你而言没有任何好处。
这是守护魔法，只要你一遇到危险，我就能感知到。但我希望这道魔法永远不会生效。这没什么，可能是龙族血脉的原因吧。这里的一草一木对我而言都很熟悉。还有，我不是小孩子。年龄不能用身高来算，你可是比我小了整整1000岁。哪怕是在龙蛋里，我也是有意识和智慧的。有时候我都恨不得使用记忆魔法，删除你脑海里那段我不成熟的记忆。真是的，怎么感觉像是在吃自己的醋？是龙语，上面写着龙族将遵从协约，必有人类。前面好像还有一块，去看看吧。石碑上的文字已经模糊不清，以目前收集到的讯息来看，这个故事并不美好。它甚至与人类所记载的历史大相径庭。我有些不知道该如何开口。很久很久以前，龙族与人类共存于大陆之上，保持着和平的共存关系。直到有一天，人类的城镇突然被来历不明的异界怪物袭击，他们不得已求助龙族，与龙族定下供奉与庇护的协约。这里的石碑上没有记录，或许还来不及记载原因，龙族就已经消失了。这样空旷死寂的景象，我曾经无数次在梦境中身临其境。我还以为已经不会感到悲伤，但终究还是高估了自己。还没有从龙蛋中破壳而出的时候，我就能听到外界传来的声音，怪物的嘶吼，人类的悲鸣，还有同族悠久的龙吟，都在叙说着截然不同的故事。哪些是真实的，哪些又是虚假的，我已经分辨不清。封闭在龙蛋里的千年，其实也算是一种逃避吧。其实我一直都在等待，等待着一个去接受这个世界的理由。我遇到了一个奇怪的女孩，居然把我当成了珍稀的鸵鸟蛋，拼命朝我灌输魔力。也许我破壳而出的原因，就是想看看眼前这个喊着“小鸵鸟，你一定撑住”的女孩。当看见鸵鸟是我的时候，会露出怎么样的表情？
破壳而出的一瞬间，我看到了光芒，也看到了你。我忽然觉得，出来看看这个世界也不错。我不在乎别人的想法，我只在乎我在乎的人。因为你是不同的，就算真的有那样的人存在，也不可能取代你对我的意义。看来我要被当成行走的壁炉了。不过，这样也不错。我宁可被你当成壁炉，也不要当成是个没长大的小孩子。因为我对你……但是现在的我，只有不可知的未来。我不想让你也陷入漂泊无尽的黑暗。开满蔷薇的学院。我真的能加入你的未来吗？那些景色，应该不会有蔷薇园更吸引我吧？这座石碑居然没有任何龙族文字。原来这就是被隐藏的真相。还好有你在，不然我可能没有这么快处理好自己的情绪。这是龙族留下的最后一块石碑，上面记述龙族与异界虚影战役的始末。那时，为了阻止更多的异界虚影来到这个世界，龙族研究出了空间魔法，前往异界讨伐。但是异界一片荒芜，在没有魔力补给的情况下，即便是龙族，也节节败退。
最后，龙族倾尽了大量的资源，意图彻底封印异界裂缝。封印魔法开启的那天，人类向罗米亚斯发起了进攻。当时的掌权者畏惧异界虚影，也同样畏惧龙族的力量。他们企图在龙族的封印仪式上趁虚而入，既解决了虚影危机，也能铲除潜在的龙族隐患。然而事情并没有如他们想象中那般顺利。封印因为掌权者的叛变发生了意外。为了不让整个世界陷入危机，龙族布下法阵，将整个罗米亚斯和异界缝隙一起封印起来。当然，这个法阵需要付出惨重的代价，整个龙族都被卷入了异界，最终只留下了一颗尚未破壳的龙蛋。这里还留存着一枚魔法水晶，记录着当时的场景。不用悲伤，都已经过去了。我没有办法看到你露出这样的表情。过去的事情我一个人负担就好，我不希望它也成为你身上的包袱。果然，只要能看到你的笑容，感觉一切都能迎刃而解。为了能前往那样的未来，我也必须取得足够的力量来保护你。我能感应到，另一半的力量就在这座遗迹的深处。你跟在我身后，不要离太远。是异界虚影，不过他们还没有顺利降临到这个世界。千年前的那场封印仪式虽然没有成功，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异界缝隙的扩张。这些谜团的真相，也许只有我取回完整的力量才能解开了。应该就在前面那座巨大祭坛内。我感应到，那里传来强大的龙族气息。别过来！我没事，只是体内的力量被唤醒了。祭坛的力量可能会伤害到你。接下来这段路，必须我单独前往了。以防万一，我会先使用空间传送阵，将你传送到罗米亚斯城外。我的祖先应该不会留下什么会伤害我的法阵吧？如果你实在放心不下，就相信你亲手留下的守护魔法吧，它一直都在保护着我。抱歉，没有任何事情比你的安全更重要。其实我也不想离开你，但现在也只能安慰自己，应该很快就会再见的吧。
不会的，我不会让你等待很久。几个月，不对，可能几天就会出来了。不会有那种如果的。我记得，那里还会有一座美丽的蔷薇园。那个龙族小男孩真的在这里吗？我们可是找了那么久都没见到他的踪影。领主大人可是1000年前屠龙勇士的后裔，你还不相信他的话？听说罗米亚斯那边传来了异常的魔力波动，只有龙族血脉才能撬动那个封印，所以领主大人才会紧急调动兵马来这里，与龙族莫弈进行最后的决战。不过，那可是龙族啊，我们真的能赢过他吗？准备1000年的灭龙法阵，就为了这一刻。现在法阵就差最后一步了，我们一定要相信领主大人。一旦法阵成功，我们就可以突破封印，彻底摧毁龙族的巢穴罗米亚斯。为了人族的和平，这场战斗必须获得胜利。无止境战斗。学者小姐，我听说过你的事迹，你曾在北部帮助过很多人。我尊重像你这样传播真理的人，所以我相信，你一定不会对我有所欺瞒。你究竟拿到了关于龙族的什么情报？真相，学者小姐应该比我更明白，许多人根本不在乎真相是什么。就算你把这段影像公之于众，也会被人指责是伪造的。所谓的真相，又有什么意义？
想不到这个世界上还有你这样的人。不过，现实的情况就如你所看到的那样，人们无法控制畏惧龙族的本能。更何况，那个龙族男孩从出生起就被人类所憎恨着。你难道能保证他不会产生怨怼的心，报复人类吗？选择，力量。就算我相信你的话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学者小姐，你所要对抗的人不是我，是千年以来积攒的恩怨与误解。就算是我撤销了命令，对龙族的追杀也不会停止。我只是听从我要保护的人，满足他们的祈求而已。原来，这就是龙族。好了，学者小姐，我没有时间与你闲聊了。很抱歉，我无法答应你的请求。有时候我们别无选择，因为我们无法预见未来。我的使命就是保护眼前的人。千年前的祖先，恐怕正是这样的心情吧。士兵，把学者小姐带走，然后启动魔法阵。当知道龙族还有后裔的时候，先祖们就一直在筹备这个法阵，积攒了千年的魔力，就算是龙族，也无法与之抗衡吧。快住手！我是不是让你久等了？一个人撑了这么长时间，一定很辛苦吧？剩下的事情都交给我来处理。所爱之人。是啊，你是在这个世界上我唯一钟爱的人，也是我做出选择的唯一理由。没关系，现在的魔法阵威力已经不足一半。抓紧我！
怕的话，就闭上眼睛。我不想从你口中听到死亡这个词。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死神的话，我一定倾尽全力找到他，从他手中夺到你。我所获取的力量，只要能化作守护你的盾，即便付出再多，我都心甘情愿。我的选择就是，我会保护这个有你的世界。异界虚影消失了，是龙杀死了那些怪物。你之前说的罗米亚斯南部的小村落，应该就在这附近吧？这里确实很适合种植蔷薇，只是不知道蔷薇的生长周期会有多长。我能不能做好一个花匠呢？没有，它是一个很好的辅助道具。我依旧可以通过魔力的流动，正常观察周围的事物。比如，你今天是不是稍稍化了妆？很漂亮。不过这里好像有一点点擦歪了，下次我来试试帮你擦吧。我在与另一个我对话，是承载我另一半力量的虚影，他也将龙族的宿命完整传达给了我。你终于来了，我还以为你会永远封闭在龙蛋之中。我也没有想到，遗迹的中心竟然会是另一个我，而且还是以龙族的形态。夏嫣，我们是龙族和人类诞生出来的混血，当我们出生时，就被一分为二。你的血脉中大多为人类的那部分，所以异界的力量并没有完全将你吞噬。吞噬？过去，龙族多次前往异界与怪物战斗，躯体也在异界元素的影响下开始与其同化。1000年前的那场封印仪式的异变，也彻底让龙族变成了与异界虚影同样的存在，在虚无的异界漫无目的的游荡，为了吞噬魔力而无止境的战斗，永远无法回归故乡。
我所看到的那些景象，难道是龙族同胞和我，也就是另一个你，在异界游荡的景象？同样，我也在用人之眼关注着你的一切。夏夜，你还有再一次选择力量的机会。选择力量，彻底舍弃龙族的力量，变成普通人，和他一起去生活，回应你内心最真切的愿望。当然，任何愿望都需要付出代价。失去龙族的力量，罗米亚斯的封印或许将在数十年后就会崩溃，但对于人类短暂的生命而言，这个遥远的未来没有多少意义。如果我选择接受龙族的力量呢？大约1到2年的时光，你会彻底成为龙族，身躯被异界同化，永久地离开这个世界。如果我们立场交换，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陪在他的身边。哪怕我们本就是一体两面，我也羡慕你，可以远离异界的孤寂与硝烟，能够获得真挚无瑕的爱。将力量留下，离开这里吧，夏言。如果在还未遇到他之前，我或许既不会选择成为龙族，也不会愿意变成人类。我宁愿承受灭龙魔法，在毫无希望的未来下迎接毁灭。但是现在不一样，无论要面临怎样的未来，我都要守护它。对于人族而言，爱上人类似乎是无法逃避的宿命。也好，我终于也能找到战斗的意义了。我不后悔当时的选择，只是很抱歉，会给你带来一个缥缈不定的未来。体内龙族的力量一点一点膨胀，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压抑多久，所以我才会拜托你制作这个抑制力量的眼罩，因为我害怕有一天突然会离你而去。是啊，不只是建造蔷薇园，我还想和你一起去尝试很多很多事情，比如在蔷薇园边上建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房子，周围还要有一条绵延的小溪和一望无际的金色田野。是我偶然发现移植过来的，不知为什么，它孤零零地守在蔷薇园外。我刚刚查了资料，应该是这片大陆很少见的品种，应该是叫金花茶吧。再过几年就能开出很漂亮的金色花朵了。如果我能看到的话，就又多了一个能送给你的惊喜。
啊？不快乐？什么时候？谁让你有时候会迷迷糊糊的？以后可不能这样了。我只是还不够熟练而已，所以之后我就在厨房布置好了火焰魔法。哦，对了，室内也安装好了恒温魔法装置。还有，你总是会看书忘记时间，我特意在时钟里也加了一些魔法。记得不要再熬夜了，不然那只时钟里的布谷鸟可是会烦死你。切菜的时候也要小心，不要让自己受伤。你呀，有时候就会在这些小事上粗心。对不起，我要离开了。对不起，我不能继续陪着你。很多很多，我从来没想过自己有那么多说不完的话。关于过去的回忆，关于未来的畅想，有很多很多。我或许已经把100年里要对你说的话说完了。不，那绝对不行。如果那样，我宁可你销毁掉那瓶香水。约好了，我一定会亲手打破这个梦境。抱歉，会需要你等待一段时间。我一定会回来的，一定。今天的夜色有点凉，入睡之前有没有好好盖被子呢？这个嘛，其实从种下第一株蔷薇的时候，我就有这个计划。蔷薇的花期实在过于短暂，我不忍心看到它们凋零。可如果做成干花，又觉得失去了它原本的生命力。所以，我就将所有的花瓣都收集起来，使用了古籍上制作香水的方法。对了，这个香水瓶也是特殊打造的，能够源源不断的输送魔力，保证这朵蔷薇永不腐败。其实，我也稍稍有一点私心。我不在你身边的那个未来，我该如何以不打扰你生活的方式，留下一点点自己的痕迹呢？
思来想去，最后还是选择了香味。希望蔷薇的幽香能助眠你每一个好梦。我一定会回来的，一定会回到你的身边。晚安，好梦。今夜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怎么形容呢？就是连风的流动都能感知到，而且不用眼睛看，嗅觉也会变得更加灵敏。比如你身上的味道就很特别，我永远不会记错。是一种很温柔的花香。在我记忆里，这应该是龙族的传统服饰，防护性和便利性都很不错。哪种身份并不重要，王子也好，贵族也好，对我而言，都不如做蔷薇园的花匠快乐。我们在一起的时光是任何财富都无法与之媲美的。